东魂面色凝重，他知道这力量一旦失控，将是对世间万物的毁灭。郭九牧站在对峙的位置，目光紧锁着东魂，心湖掀起惊涛骇浪，他能感受到那股力量的霸道与狂暴，仿佛要将一切的希望都能够尽数摧毁。他闭上双眼，调动体内的力量，准备施展他那最强的绝技。空气中弥漫着两股一触即发的战斗，两人的气息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。东魂身上的太极图与黑气相互缠绕，形成了一道道璀璨而诡异的光环，而郭九牧则在心中默念咒语，周身能量汇聚成一个光芒四射的球体，准备以一击之力抗衡这不可一世的邪物力量。五行万木球，天地间风起云涌，尘土飞扬，在一片荒芜的废墟之上，郭九牧的声音犹如雷鸣般在天际回荡，他的身体化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仿佛要与天地同寿。五行共光，他的力量源自于血脉深处，那是五行之精华，凝聚着五行的极致力量。他的对手阴阳殿的神蛟东魂，其身形如鬼魅般飘忽不定，手掌上的阴阳之力和邪物力量开始相融，竟是凝聚出一道诡异的血剑。血剑之上正在闪烁着诡异的红光，这把剑仿佛能撕裂虚空，斩断一切的阻碍，威力无比的可怕。东魂眼中闪烁着诡异之色，他知道这一战关系着两人能否获得那道神物。就在这一刻，五行万木球开始涌动，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恐怖力量，光球携带着五行之力的极致威压，向东魂急冲而去。而东魂也不甘示弱，手中的诡异血剑挥动，划破长空，迎向那毁灭的光球。两者的力量在虚空中相遇，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，光芒四射，能量波动如同狂暴的海浪，无情地冲击着周围的废墟。大地裂开，岩石崩解，尘埃滚滚，在这肆意的能量激荡中，两人依旧坚定不移，他们的目光如炬，凝聚着无尽的意志与力量。突然间，五行万木球和血剑的力量交汇处，再次发出一声巨响，仿佛天地开辟，万物重生，一股无形的波澜席卷四方。废墟之地在这一刻似乎感受到了世界之初的惊骇与壮丽，而在那波澜之中，五行万木球与血剑上的诡异力量正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互相角逐，想要吞噬对方，将对方的力量彻底的击溃。郭九牧的眼中透露出一抹狰狞之色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东魂的力量会在这关键时刻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力，他的最强必杀技在这股力量面前竟然显得如此渺小，不仅未能吞噬击败对方，反而自身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危机之中。东魂的笑声充满嘲讽和得意。九牧兄，是你技不如我，神物已经归我，看来你的命运已经注定。话音未落，东魂再次汇聚起那股诡异而强大的力量，全力释放，瞬间形成一柄血红色的剑影，它在空中迅速膨胀，变得足足有数倍之大，其中蕴含的力量也跟着暴涨，仿佛要撕裂这片废墟的天地。郭九牧眼看着那柄血剑朝自己急速飞来，他知道这一击若是真的命中，那么自己的下场将不言而喻。他全力催动体内的防御力量，试图抵挡这致命的一击。然而血剑犹如拥有生命一般，他的剑尖灵活地穿透了郭九牧部下的层层防御，最终在一声轰鸣中无情地刺穿了他的身体。郭九牧的身体在剑锋的冲击下倒飞出去，他的眼神中满是不甘和震惊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东魂的力量会如此强大，甚至连自己的绝招也无法抵御。而东魂则站在原地，手中的血剑仍然散发着耀眼的诡异红光，他的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，仿佛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扑哧一口鲜血也是从郭九牧的喉咙间喷涌而出，眼神有些呆滞起来，刚刚怕是已经受了重伤了。是那道诡异的力量，该死！郭九牧破口大骂了一声，自己乃是丹神塔内塔中最出色的亲传弟子，也是所有弟子中的大师兄，实力更是他们之中最强第一人。今日自己竟然败在了阴阳殿的这位神蛟手中。虽然东魂乃是被邪物力量入侵控制，但也让得自尊心极强的郭九牧有些难以接受，他的双眼通红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大喊不甘。哈哈哈，九牧兄，不甘你又能如何？你现在的实力能打赢我吗？去死吧！一道血红剑光如流星般划破长空，直指郭九牧而来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所有的声音以及动作都消失了，只留下狰狞之色的郭九牧以及露出诡异之色的东魂，二人站在原地不移动不动，仿佛这一场战斗已经画上了句点。郭九牧刚刚被重创，在施展最强的必杀技后，也消耗了大量的神元之气，就算是与之反抗，恐怕都不是对方的对手了。难道我就这样陨落在这里了吗？郭九牧心中暗自一声，虽然他有不甘，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他依旧是得面对现实。血红剑光近在咫尺，马上就能够彻底的击杀郭九牧的时候，上空传来数道强大的力量，然后可以看见数道光束直接从天而降，最后挡在了郭九牧的身前。轰，几道光束抵挡住了那血红剑光，最终也让得郭九牧从死里逃生，立马身影暴退，离开了原地。郭九牧喘着大气，本以来郭九牧都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结果在这关键的时候，竟然有人出手相救。待得他抬头看着上空处出现的几道身影后，立马道：师弟师妹，是你们！大师兄，
你没事吧？冷儿一眼就看到大师兄身上的伤势，脸上露出担忧之色。旋即，他的身影在电光火石间就出现在了他的身边。冷儿师妹，我没事。郭九木勉强的挤出一个笑容，然后回答道。但是冷儿根本就不相信，看着大师兄身上的那道伤势，必定伤得不轻，立马从那戒中拿出了一枚丹药，然后给大师兄服了下去。大师兄，你先疗伤，这一枚丹药是大师傅给的，神之七品，你应该能够很快痊愈了。冷儿的那一双美眸中都仿佛已经有着液体在打转开来。冷儿真的非常喜欢他的大师兄。此时一道倩影也是飘飘而来，望着三师姐那着急的模样，的确是真心啊。吴雪内心也是这般想着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这样的话，自己以后就不会被大师兄经常骚扰了。不过眼前的局面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利。他们此时转身便是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那道诡异的身影。那人是阴阳殿的神教，难道刚刚重伤大师兄的人是他？此时五行派系的一位师兄震惊道，但细细想来应该不太可能啊，对方的实力可是与大师兄一样，不可能会击伤大师兄的才是。东魂哥，真的是你？是你击败了丹神塔的这位内塔弟子第一人吗？就连阴阳殿的一些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毕竟他们也非常了解东魂的实力，甚至有时候觉得硬要与之丹神塔那位郭九木硬拼的话，还会稍微弱如一丝下风。可如今这里刚刚除了他们二人之外，已经没有第三人的存在了。难道真的是东魂哥击败的郭九木？当然是我了。就在东魂准备得意之时，他的神识仿佛要炸裂了一般，无比的疼痛。下一刻，一道诡异的魔音在他的神识中传荡而开。快点去把那道巨壁给我破了，然后那巨壁就是你的了。你再不出手，迟早会有变故。魔音的话语也只直接刺激了东魂，本身他就没有郭九木那般坚韧的意志，被对方简简单单的蛊惑几句，就会彻底的迷失方向。是，我这就去。东魂双手捂着额头，但是双脚则是迈着不稳的步伐，开始走向那金色巨壁那边。而这诡异的一幕让阴阳殿的几人看到了，觉得他们的东魂哥似乎有些异常。不对劲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东魂哥的眼神不对？那道暗红色的眼睛散发出一种令人感到非常很诡异的气息，仿佛可以将一切都吞噬其中，任其摆布。这时五行派系的另一位师兄观察力极其敏锐，自然在看到东魂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同寻常。阻止他，不要让他去那边，不然一切都得完蛋，我们也都会葬身于此。在疗伤中的郭九木立马出声对着众人说道，众人也是顿了一顿，虽然一时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思，但看到郭九木那无比认真的脸色时，他们也不敢多问，直接催动自身的神力朝着东魂那边去。东魂哥，快回来！阴阳殿的那几人率先掠去，就在即将接近东魂身躯的时候，突然后者的身躯一动，直接一股血红之光从体内爆发，将阴阳殿的那几人震退而去。滚！不要影响我取神物，这神物是我的，哈哈哈。在震退了阴阳殿的那几人之后，东魂头也没有回，迈步而开，他们也更加坐实了东魂此刻已经不是正常的东魂了。被震退了数百米之后，那几位阴阳殿的人在稳住身影。东魂哥怎么连我们都打？他是不是疯了？自己被无缘无故击中，显然出乎了意料之外。看来东魂哥似乎被什么力量给控制住了。还是有一些人发现了东魂的异样，立马眼神警惕了起来，拦住他。郭九木艰难的出声，紧接着丹神塔的几位师兄师姐他们纵身一跃，施展出强大的神技，对着东魂轰击而去。身后强大的气息令得东魂脸色低沉而下，紧接着当他抬起头后，整个脸上都充满着杀气，低吼道，既然你们想死，那么就不要怪我了。东魂的身影在这处废墟的战场上如同幽灵般飘忽不定，他的手掌如同覆盖了无尽黑暗的深渊，一股摄人心魄的力量自其掌心爆发而出。当东魂的攻击真正发挥出恐怖威力时，四周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扭曲起来，一股不可言喻的威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窒息。那是一股仿佛能撕裂天地，让万物为之颤抖的力量，恐怖的力量直接朝着他们攻来的方向轰击而去。那些神迹瞬间被瓦解溃散，连一招都抵挡不住他面对的是那些曾被誉为极其强大的神迹，但在东魂的攻击面前却如同脆弱的纸张，轻而易举的被瓦解溃散。在神迹被瓦解之后，丹神塔的几人身影直接倒飞而出，鲜血喷洒而出。现在的东魂竟然可怕到极致，无人能敌。在击伤了丹神塔几人之后，东魂朝着金色巨壁之上一声怒喝，神物是我的。随着东魂一声怒喝，整个战场的气氛顿时达到了顶点。他的速度之快，仿佛穿梭于时空之间，转瞬间便出现在了金色巨壁之上。东魂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决绝，他的掌力凝聚了所有的力量和意志，如同一颗流星轰然撞击在金色巨壁上。那一刻，天地都为之震动，金色巨壁上散发出耀眼的光芒，与东魂的力量激烈碰撞，激荡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。这一刻，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东魂与金色巨壁之间的对决，其他一切都陷入了静止。然而即便是如此强大的力量对抗，东魂的脸上却没有丝毫波动，他的内心仿佛早已预见了这场对决的结果。更加确切的说，
现在东魂身上的力量应该是那位漆黑法相的力量，所以他绝对有着把握，可以将金色巨臂击败东魂，越战越凶猛。此刻的他整个身躯都化为了魔躯之般，每一道毛孔中都散发出诡异的黑气以及爆发出来的黑光。哈哈哈，大道金身，如今你只剩下一只手臂，如何与本座对抗？难道还能封印住我？一道魔音好像是从东魂的神识中传出来的，并且带着胜券在握的意思，但那金色巨臂似乎也听懂了魔音的意思，竟是加快的闪烁着金色光芒，使得两股力量的对碰达到了一个极致临界点，周围的一切都被吞噬其中，毁灭殆尽。